苦楚之战第6章滇缅大逃难第3集。林浩恩和约尔到南坎教堂参加通宵祷告会。美军报复珍珠港事件，16架 B-25 轰炸机从 Hornet 大黄蜂号航母起飞，轰炸东京。日军占领仰光，美国10几吨援华战略物资成了日军的免费大餐。浩恩与约尔坐在靠窗一角，约尔端着高脚杯，晃着杯里深红色的葡萄酒，调侃说：日本人以自己为中心，打算让日本与中国并满洲国实现经济一体化，让东南亚成为日本原料基地，把南太平洋群岛构筑为日本国的防线。约尔喝口酒继续说，令美国人瞠目结舌的是，日本并非纸上谈兵，特别是日本人看到纳粹德国征服大片欧洲，占领巴黎，法国贝当政府向德国投降，就以为德国的胜利是日本得胜的保障，铤而走险向英属美属海陆空进攻，快速实现日本梦。浩恩说，曾在哈佛大学深造的日本海军大将山本五十六策划偷袭珍珠港的前一年，日军就开进法属印度支那北部，占领河内，拆走滇越铁路铁轨钢轨，切断中国唯一对外铁路线滇越铁路，控制河内、海防、金兰湾等战略要地，使云南时刻处在被日军攻击的危险中。那时美国就该对付日本，也不至于让山本五十六偷袭珍珠港得手。珍珠港被日军偷袭是我们美国人的切肤之痛，约尔说。听了约尔这话，浩恩情绪激动，说，日军入侵带给中国人的痛，岂止是偷袭珍珠港带给美国人的痛能比的？说完，沉默片刻，压了压火，说，国军为挡住日军南入云南，忍痛炸毁白骨铺成的滇越铁路沿线河口大桥并隧道，拆卸河口至碧色寨铁路近200公里，并从江西调兵到滇南重镇蒙自，修筑防御工事，与日军对峙。虽说国军能暂时阻止日军南进入昆明，但是照日军炸珍珠港的架势，也能炸菲律宾、新加坡、香港和缅甸。一旦日军占领缅甸，雷允就从大后方一下子成了最前线。约尔有亲戚在美国驻日本东京使馆任职，知道内幕消息。约尔对浩恩说，你知道吗？美国在日本偷袭珍珠港前半年，就和日本谈判多次，试图阻止日本进一步行动，同时也为美国争取备战时间，准备和日本开战。前年夏天，日军开进法属印度支那北部，美国就禁止向日本出口废钢铁、铜、镍等造武器的原料和其他战略物资，但是还没有禁运石油。日本不仅没有停止军事行动，居然更进一步，去年夏天索性开进法属印度支那南部，这令美国忍无可忍，随即宣布冻结全部美日贸易和日本在美全部资产。最要日本人命的是禁运石油，没有石油，日本军队就无法行动。
石油禁运后，山本五十六开始策划偷袭珍珠港，准备控制太平洋运输线，拿下产油和属东印度群岛和东南亚。据推测，下一步日本为切断中国陆地唯一运输线滇缅公路，要占领缅甸英美空军基地和机场，使盟军的飞机无法从缅甸起飞援助中国，迫使重庆国民政府投降。浩湾听约尔说，日军为得到石油和更多的资源，彻底切断中国运输线，极有可能打到英属缅甸，心浮愁云。他想到，假如日军占领缅甸，雷允就成了前线，中央飞机制造厂又要搬迁。政权被军人控制的日本真可怕。留过美的山本知道美国人礼拜天去教会，专门选礼拜天偷袭珍珠港。日本天皇、政府要员、陆军大将也是在日本海军偷袭珍珠港之后才得知。这是日本军官又一次下课上，日本早晚毁在军人当政中。浩文说，我敢断言，山本五十六成了埃及的防角石。缺乏政治才智的日本军人只能狂傲一阵子，直到把日本引向崩溃为止。不过眼下我们还得祈祷，忍耐等待，相信胜利必终将到来。约尔说。当晚，林浩恩和约尔去南坎教堂参加由美国宣教士主领的通宵祷告会，特别为在珍珠港事件中罹难的家属、盟军战胜法西斯、赢得太平洋战争的胜利、坚固神子民的信心而祷告。祷告会开始，宣教士做简短的祷告之后，引众人齐声朗读西番雅书第2章。他们读着：不知羞耻的国民啊，你们应当聚集，趁命令没有发出，日子过去如风前的糠。耶和华的烈怒未临到你们，他发怒的日子未到以先，你们应当聚集前来。世上遵守耶和华典章的谦卑人啊，你们都当寻求耶和华，当寻求公义、谦卑，或者在耶和华发怒的日子可以隐藏起来。加萨必致见弃，亚士基伦必然荒凉，人在正午必赶出亚士突的民，以格伦也被拔出根来。住沿海之地的基利提族有祸了，迦南非利士人之地啊，耶和华的话与你反对，说：我必毁灭你，以致无人居住。沿海之地要变为草场，其上有牧人的住处和羊群的圈。这地必为犹大家剩下的人所得，他们必在那里牧放群羊，晚上必躺卧在亚什基伦的房屋中，因为耶和华他们的神必眷顾他们，使他们被掳的人归回。我听见摩押人的毁谤和亚门人的辱骂，就是毁谤我的百姓，自夸自大，侵犯他们的境界。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摩押必像所多玛，亚门人必像俄摩拉，都变为刺草、盐坑，永远荒废之地。我百姓所剩下的必掳掠他们，我国中所剩余的必得着他们的地。这事临到他们，是因他们骄傲、自夸自大，毁谤万军之耶和华的百姓。耶和华必向他们显可畏之威，
因他必叫世上的诸神瘦弱，列国海岛的居民各在自己的地方敬拜他。古时人哪，你们必被我的刀所杀。耶和华必伸手攻击北方，毁灭亚述，使尼尼微荒凉，又干旱如旷野。群畜就是各国的走兽，必卧在其中，鹈鹕和箭猪要宿在柱顶上，在窗户内有鸣叫的声音，门槛都必毁坏，香柏木已经露出。这是素来欢乐安然居住的城，心里说，唯有我，除我以外再没有别的。现在河境荒凉，成为野兽躺卧之处，凡经过的人都必摇头嗤笑他。凌晨5点，祷告会结束时，约尔对浩文说，我心里有了平安，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末了必站在地上审判世界，偷袭珍珠港的日本罪犯必被审判，不用等到世界末了。刚才翻圣经读到以西结书第23章24节，他们必带兵器、战车、辎重车，率领大众来攻击你。他们要拿大小盾牌、顶盔摆阵，在你四围攻击你。我要将审判的事交给他们，他们必按自己的条例审判你。这句经文使我期待，终有一天，盟军审判日军，按盟军的条例，正义必战胜邪恶，这是神的法则。此后不久，对日军的审判尚未到，但约尔对日军占领缅甸的预言却成了现实。就在约尔和浩恩在俱乐部喝酒时，说到日军极有可能占领缅甸，也就是中美苏英等26国发布共同宣言3天后，日本南方军15军第33师团和第55师团从泰国借道，翻过塔纳斯瑞姆山脉，爬过险坡高峰，穿越浓密丛林，在泰缅边境向驻缅英军发起偷袭。日军在中国的海南岛训练了缅甸人德钦昂山等30名骨干，领导缅甸的武装力量与日军联手攻打驻缅英军，使英军猝不及防，节节败退，无奈而向中国求援，但为时太晚。不到2个月，昔日威震四海的英军被日军打出仰光，日军一路退到缅甸中部，与前来救援的中国远征军第5军会合。日军3月8日占领仰光，仰光港仓库才从美国运来的10几万吨援华战略物资，尚未运到中国前线，就成了日军的免费大餐。仰光沦陷1个月后，日军出动13架零式战斗机扑向雷允飞机制造厂上空。驻守在雷允的美国飞虎队员驾驶新型 P-40E 战斗机击落8架日机，飞虎队没有伤亡。1周后，日机在滇缅公路沿途炸桥炸路，在陪都重庆无差别轰炸。美军为报复日军偷袭珍珠港，派16架 B-25轰炸机从 Hornet 号，也就是大黄蜂号航母起飞，直奔日本，轰炸东京、横滨等城。今天就到这里了，多谢各位收听、收看、订阅。